也许现在大家已经越来越多的听到煤气灯这个词了，但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好吧，煤气灯是一种心理虐待和操纵，会导致受害者质疑自己的判断和现实。可以想象，这对他人的健康是有害的。有人跟你说过这种话吗？正常人不是这样的，你是在胡思乱想，或者你这是在发泄。这些话都是那些为了让你对你的感受、想法或行为感到困惑，从而煤气灯操纵你去做他们想做的事的人常用的。煤气灯可以成为许多人心理操纵的武器，毕竟如果你连自己都不相信，还能相信谁呢？这支影片就来说说需要了解的6种煤气灯操纵。1、质疑你的精神健康。毫不奇怪，想要操纵别人的人会试图让对方质疑自己的整体精神状态。他们可能会问一些问题，比如你听到你说的话了吗？或者是你现在听起来很疯狂。就是使用这些术语来破坏对方的自信，会让煤气灯利用你，让你相信你有问题或你的思维不正常，从而使你落入他们的手中。这可能是一种最直接的煤气灯类型。煤气灯们可能会使用它来让你更不自信，让你自己的想法和观点受到质疑。面对这类人，可能会让你感到害怕和恐惧，尤其是在你的自尊很低的时候。2、扮演受害者。煤气灯们并不总是直接愚弄或指责别人，有时候有的煤气灯会假装被你说的话伤害了或心烦意乱。你有没有为了让别人崩溃，跟别人说过他们伤害你的事？煤气灯们可能会用不同类型的行为，让你在向他们表达你的感受时感觉不好，比如威胁自己或他人、哭泣，甚至把你拒之门外或跟你断交。煤气灯们经常使用这些类型，因为这种煤气灯试图避免向你道歉，或以真诚的方式承认你的感受。如果似乎每次你在试图和哪个人谈论他们的行为，结束谈话时他们感到难过，而不是感觉你们进行了一次坦率的谈话，你可能正在经历一种受害者玩弄的煤气灯类型操纵。3、改写你的记忆。当你和哪个人说话的时候，有没有觉得自己总是记错事情？尤其是也许你可以发誓你自己记得有一次他们是怎么做的，或者他们不断重复让你不舒服的行为，但每当你面对他们，他们就会质疑你的记忆力。他们会让你对自己的记忆产生焦虑或怀疑的感觉，并可能以此对你的自信和情绪进行暗箱操作，迷惑你，让你迷失方向，导致你质疑自己的记忆力。允许煤气灯们把错误的记忆放进你大脑，或试图控制你应该如何思考，这是另一个煤气灯操纵的例子。它可能很难识别，但这些词背后的意图意味深长。如果有人试图帮助你记起你在上班前把钥匙放在哪里了，或者试图提醒你有重要的任务，他们很有可能是在试图帮助你，但你的记忆会对你的感受或问题产生疑问，这是你应该小心的事。4、我是你唯一可以信任的人。虽然有些人可能不会直接对你说这种性质的事情，但有时候他们的行动溢于言表。煤气灯们可能会迫使别人认为煤气灯是他们唯一的亲人，这是一个可怕的概念，但它可能比你想象的更常见。如果煤气灯们可以欺骗你，让你相信他们是唯一关心你的人，或者他们是唯一会告诉你真相的人，这可能是被操纵的迹象。比如像这种话，你为什么要听他们的？或者是你相信他们而不相信我。当这类人能够把你从别人的帮助中拉出来时，他们常常会让你觉得他们在帮助你，但实际上他们很可能是你生活中大部分焦虑和压力的根源。这种感觉就像你在他们身边如履薄冰，即使他们本应该是最关心你的人。5、最小化你的感受或问题。有没有人让你觉得你的感觉太紧绷了，或者你的情绪太强烈了？也许他们会告诉你，你应该冷静下来，或者有些事情真的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煤气灯操纵类型，它会阻碍你表达你自己和你的感受。你可能会开始注意到你不愿意，甚至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会焦虑，并开始将自己的问题内化。煤气灯们可能会使用这样的话：我没有伤害你那么严重，你反应过度了；我没有提高声音，你只是误解了事情；或者说你只是太敏感了。
煤气灯们用这些话来操纵局面，让问题看起来像是在你，压抑他人的情绪，而不是进行坦诚的交谈，是煤气灯们占上风的主要方式。感受是我们对积极和消极情况的反应，它让我们知道如何处理这种情况，所以要相信自己的感觉。最后一类6，把责任推到你身上，这种锅总是被甩到你身上。也许你觉得和这个人在一起，你总是会把事情搞砸，不管自己做了什么，也无论多么努力地去解决它。转移和编造指责是煤气灯们的一种强大策略，可以让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责任，并保持对他人的控制，学会尊重自己，并在情绪上意识到自己没有做错什么事。这有助于防止这种煤气灯操纵，能够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，谈论问题产生的原因，而不是知道别人什么时候抓住救命稻草想把你打倒。这可以帮助你免受这些指责。你对提到的这些类型的煤气灯操纵种类里，有哪种感到熟悉吗？如果经历过以上任何一种，欢迎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很想知道煤气灯操纵者中常见的类型是什么。你觉得这支影片对识别不同类型的煤气灯操纵有帮助吗？你认识的人里有被煤气灯操纵的吗？你自己有什么经验吗？如果认识的人里有被煤气灯操纵过的经历，请毫不犹豫地向有执照的专业人士寻求额外的帮助。如果觉得这支影片对自己有帮助，一定要点赞并分享给更多小伙伴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才能在未来看到更多关于心理学和心理健康的影片。参考文献在资讯栏。一如既往，感谢收看，下支影片不见不散啦！